大千世界，不朽山，深渊之地，这里的魔气宛若黑血，流淌在这里，漆黑的令人发寒，粘稠如墨，压它侵蚀着一切。哪怕是圣品天至尊来到这里，恐怕也会在几个呼吸之内被魔化。一道光芒闪过，一道身影出现在这里，原本汹涌澎湃的魔气纷纷平静了下去，好似在向这道人影臣服。身影的周围有些红色火芒若隐若现，玄妙的神韵在流淌，虽没什么恐怖的气息释放，亦是给人一种伟岸的神秘之感。这道火芒身影看着眼前的魔气风暴，伸手轻轻一挥，搅动的风暴瞬间被撕裂，自动打开了一条通道，其内隐隐有着紫金般的不朽光辉在绽放，然后好似漫步般踏进通道，眼前一亮，踏进了另一方天地。紫金色的光辉充斥在这里，不朽威力无处不在。这片空间寂静无声，这般模样仿若安静了数万载一般，在紫金色光芒下仿佛永恒。就算是外面恐怖的魔气风暴，也丝毫撼动不了这片空间。迎面来的是一片巨大无比的广场，广场四周耸立着一根根足有万丈高大的擎天之柱，一共有着18根，纯粹无比的紫金不朽之力在上面流淌，巍峨磅礴的气机扑面而来。而在广场的中央，一座巨大数千丈的石像耸立，石像耸立天地间，不朽的气息充斥在天地之间，仿佛凌驾于光阴之上，不朽永存。石像乃是一位面容沧桑的老者模样，一见此容，脑海中便不由自主浮现一位通天彻底的伟大存在。不难猜想，这石像所刻画的正是不朽宫的公主。广场的下方同样是一片黑暗，黑到极致，令人发寒。魔气已经不再呈现气体状，而是形成粘稠般的黑血，恐怖无边的邪力本质在其中流淌，与上方广场紫金色的不朽之力呈现两个极端。这道身影双眼一望，便是可以看见黑血的后方是一道巨大的裂缝，而这道裂缝乃是世界裂缝。这道裂缝好似撕裂了天地，直达无尽的虚空，混沌虚无的气轮在外围流淌，虚空罡风在席卷，裂缝边缘世界之力不断流转着，正缓缓修复着这道裂缝。有意思，再过不久，这道世界裂缝便可以被完全的修复。这道身影瞬间便是明白了这里的布局，旋即身形一闪，来到了广场之上，看着这座不朽公主的石像，笑道：不愧是天古纪元遗留下来的不朽神族后裔。忽然石像大放光明，紫金色的光芒映射，一道身影在紫金色的光辉下缓缓凝聚，身上的气息古老苍茫，仿佛不朽永存。这位道友过誉了，只是没想到你竟然知晓我不朽一族是曾经天古纪元那不朽神族的后裔。身影开口，苍茫的声音好似道音，阐述着天地间的法理。话音落下，身影走近，显露出她的面容，如石像一般，一位智慧通天的老者，正是不朽公主。这显然是她留下的一道残影。不朽公主继续开口问道：道友应该不是这方大世界的人吧？不错，我来自另外一方大世界。对于不朽公主有此疑问，火芒身影的心中并没有太过诧异。以不朽公主的特殊能力，加上她如今的境界已经跌落，更是不可能瞒过眼前的这位不朽神族的后裔。果然如此。不朽公主脸上有着一丝释然，轻轻的点了点头。有道友这般道行之人，看来魔神还并非毁灭我们这万千界面，我大千世界也算是保住了。没错，魔神入侵各大世界位面已然失败，身受重创，如今正在沉睡之中。火芒身影点头，没有诧异。此时火芒身影也是发现，以不朽公主的特殊能力，早就可以在大宙中跨界而行，自然知道这方大世界中还有诸多下位面的大陆世界。不仅如此，大宙之中还有诸多的大世界，甚至比大千世界还要高级。魔神虽强，但大宙中的其他世界里不乏有强大的那些诸神出手，在诸神汇聚之下，也成功的击退了这位魔神。只是在魔神背后的那些存在，才是大宙的毁灭级大敌。火芒身影的脸上则是露出一丝无奈和复杂之色。不朽公主一听，脸色变得极为震撼起来，便是惊异道：道友，你的意思是说，在魔神的背后还有其他可怕的存在？正是，魔神只是那些存在的棋子罢了，真正能够威胁到大宙的危机，只有那些毁灭级的存在。说到这里，火芒身影之上竟然散发出令不朽公主都无比的吃惊。沉默了片刻之后，不朽公主看着眼前的火芒身影道：想不到在其他大世界之中，居然还能出现道友这般修为之人。虽然不朽公主如今只是一道影像，但以她的眼力却可以看出，眼前这位道友的境界丝毫不在她之下，甚至更高更强。不朽公主紧紧盯着火芒身影，开口道：道友认为我的道如何？不朽之道。火芒身影当即神思飘飞，不断深入这团不朽公主所遗留下的道之本源，感悟着其中的不朽之道。不朽之道的流光开始转动，解析着不朽本源内部蕴含的不朽规则，感悟着不朽公主的一生所悟。恍惚之间，画面突转，火芒身影的精神深入其中，一瞬间，她仿佛化作了另一个生灵，以这个生灵的视角观看着这个世界。她诞生于天古纪元的末期，是不朽神族的后裔，本身智慧玄妙，在一次机缘巧合之下，
在自己体内深处激发了世界开天之初的不朽性质，经历了重重磨难，最终明悟不朽之道，成为一代无敌的不朽强者。画面疯狂流转闪动着，直至黑屑遮天蔽日，寂寥空虚的虚空中，一缕缕稀薄的混沌气飘荡，在这里演化出种种奇异的变化，造化生灭都隐隐可见。一缕混沌气流飘过，掀起狂乱的空间风暴，罡气肆虐，诡异多变，哪怕天至尊的强者遇上，便会瞬间灰飞烟灭。这里是天至尊的禁区，一道魔光落下，所有的不朽山内的强者皆是无一幸免，唯有不朽公主与那道魔光之中的魔影展开了大战。下一刻，一缕来自不朽公主的意志彻底爆发了，恐怖的威能，不朽的意志在不朽山中流淌。不朽宫的各大宫殿被魔气涌动之间，被一座座的破坏殆尽。而在不朽公主与这位魔影激战的时候，发现这魔影竟然还不是真身，这还只是魔影的一缕意志而已。此时此刻，不朽公主难以想象这魔影的真身到底达到了什么神之境界。不过最终，不朽公主还是败在了这道魔影手中，而这魔影正是魔神。不朽广场上，火芒身影的全身都被笼罩在玄妙的光辉之中，不朽不灭的神韵在他周身显化。感悟着不朽之道，火芒身影的目的便是借鉴其中的不朽精髓，融入自己所修炼的道之中，使得自身的底蕴更深一层。紫金色的不朽本源在古恒正前方悬浮，一缕缕金色的光芒缭绕在其四周，不断解析着其中的奥秘，提炼着对自身有用的信息。与此同时，一个个紫金般带着不朽气息的经文于虚空显化，在古恒周身不断旋转着，阐述着不朽的玄妙。火芒身影睁开双眼，不朽的紫金光芒扩散开来，双眸闪现着紫金色的不朽奥义，看向远方。这就是真正的不朽之道吗？火芒身影领悟了不朽之道后，最后融入自己的道之中。而随着火芒身影领悟到其中的不朽道义之后，不朽公主的残影也彻底的消失不见了。然后火芒身影眼神一凝，似是看到了遥远未来的一角，那里有3道伟岸身影伫立，也有魔光闪现，在那里有着一场大战。好了，传承你们也得到了，该离开了。火芒身影回头看着他们，不由得一笑，随即道：这不朽传承，我将它放于此地，待时机成熟，你们便可来此地。至于谁能修成，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不待他们说什么，火芒身影大手一挥，刹那间，3人只感觉天旋地转，回到了那些宫殿林立的空间碎片上。看着他们离开，火芒身影语气饱含深意：大纣毁灭将至，那些存在一直在窥探大纣中的至高神奥，而我如今已经领悟不朽之道，也算是成功迈出第一步了。叶天，你作为不朽公主的后人，万古不朽身非你莫属，但是为了大纣，我只能修改一些法则，真正能够掌握万古不朽身的一定是他。目光微转，火芒身影看了一眼外面正在进行的一场圣品大战，摇了摇头，看向北荒大陆之外，丝毫没有插手的意思。我该去领悟接下来第2步的道了。随即火芒身影一步踏出，消失不见。再次出现时，已经在大千世界的另一处区域。就在大千世界为北荒大陆的大战风起云涌之时，火芒身影早已离开北荒大陆，来到了另一方辽阔浩瀚的大陆。大陆辽阔无边，一座座山脉拱起，横贯在天地之间，充满着洪荒般的气息，散发着莽莽生机，就连灵气都变得活跃了起来，俨然一副超级大陆的气派。繁荣程度比之北荒大陆也仅仅只逊色一筹罢了。哪怕在天至尊眼中都辽阔无比的大陆，可在火芒身影眼中却是一念便可覆盖。在我的推算中，大约5万年后，那时真正的天命之子将会应劫而出，成为大主宰。而这个时代的天命之子只是魏王先驱，为真正的天命之子出现开路罢了。火芒身影静静悬立在海洋之上，额望着这座大陆，心中却是念头转头，推算着未来命运。不过这是原本的命运轨迹，如今时空长河沸腾，命运轨迹在一股无上伟岸的力量下开始分化偏移，使得未来的变数增加了许多。这种能改变一方大世界命运流向的无上力量，唯有那传说中的主神方才能够做到。火芒身影暗暗思量道，心中的规划有了许改变。到了他如今的境界，已经能够运用永恒道盘中的一些微弱能量，可以推算命运轨迹。这些天的推算，他便发现了这点。看来需要改变计划了。火芒身影心中念头闪动间，智慧的火花在碰撞，渐渐的，一个巨大的计划在他心中衍生开来。这一刻，火芒身影的眼中有着神光在迸发，并越来越明亮。之前我的想法是隐居幕后，顺应命运，获得好处，进而恢复随着时间长河的流逝，以求更进那一步。如今却是要变一变了。纪元之子可得大道，造化中外，身具无上神韵，修行速度快到不可思议，更是有机会铸就神机，成为大纣神子。这般好处谁不想的？而且大纣神子才是最终的目标，这纪元之子我也是可以当的。火芒身影低语道，眼中充满了神光。纪元之子乃是由大纣所选中之人，虽然将其替代很难，但也不是没有机会。而这些纪元之子皆是迈入那一步的候选人。纪元之子就他所知，在大纣之中
就有一些主神便是用的类似方法，成功掌握那更进那一步的机会，最终以此为神机，有机会成就那超脱无上的至高存在。当然，成功的例子基本为零，但是失败的例子却是很多，其中不乏一些已经领悟了大道造化后的主神，想要以此方法超脱无上，但是却被其中的至高法则所消灭，想要迈入那一步，自然风险极大，就算已经领悟大道造化的无上主神，也是难逃被至高法则的抹灭。火芒身影想要成为纪元之子，难度和其他那些已经失败的主神一样大，这种为零的方法几乎已经没有主神敢去尝试了，而且想要迈入那一步也不止这一种方法，但他也不是没有优势，那就是目前的他领先其他主神一步，在整个大宙中他乃是无上主神，可以更方便的布局，并且他还拥有了永恒道盘，可以利用其中的能量让自己提高几率。想要成为纪元之子，便是让自己的毕生修为散尽，九九归一，万物归零，重新开始。那么第一步就是影响世界，给予世界汇聚气运于己身，得到世界的认可，成天命之子。第二步便是领悟大宙中的万千大道的奥秘，这第三步便是带领大宙9界的第3等级世界、第2等级世界、第1等级的世界，浴火重生，应劫而出。此3步一成，便可成就真正的纪元之子。火芒身影目光深邃，心中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随即，他将深邃的目光看向这座浩瀚的大陆，伸手轻轻一握，仿佛握住了这大宙苍茫，穿梭时空。下面就继续完成我的第一步计划，我要这个时代都充满我的烙印，铸就我那无上神韵。这一刻的火芒身影也终于展露出了他的一部分野心。大千世界集结无数片大陆，在这些浩瀚辽阔的大陆之上，百宗林立，各种势力战乱不休，每时每刻都有着势力灭亡，又有着新的势力崛起。而这座大陆名为火焰大陆。传闻在数万年前那一场浩劫之后，大千世界整个西北区域都归于一位超级强者火焰老祖统治。浩劫之后，世界遭遇灭世之危，整个西北区域分裂为了诸多大陆。西北区域位于极西和极北的范围中，其中有一座超级大陆，也被后人称之为火灵大陆。火焰族乃是这座浩瀚大陆上的一方超级势力，其开创者火焰老祖乃是一名威名赫赫、雄霸一方的天至尊。据传，火焰老祖不仅踏足天至尊，又掌握了一种异常可怕的火焰，可焚烧万物，就算对上同等境界的天至尊，一时不落下风。也正因为如此，火焰族才能保存千年至今，未被其他超级势力所灭。火焰族倚靠一座巨大的火山山脉建立，山脉乃是一座火属性的宝地，以此方便弟子修行火属性的灵力和一些斗技功法等等。而在这片庞大的火山山脉之中，有着一片禁地，乃是火焰老祖闭关所在，未经火焰老祖传召，任何人均不能入内。此时禁地内一座火山内部极深处，五颜六色的火焰充斥在其中，这些火焰焚烧万物，就连这里的空间都在这些火焰的焚烧下扭曲起来。而在这些火焰的深处，那里的空间已然破碎，哪怕隔着冷寂的虚空，都能感受到一种极端恐怖的温度从中散发而出，更是隐隐可见，神秘的光芒从中映射而出。难道我这一辈子都无法炼化它吗？一全身笼罩在火焰之中的老者盘坐，他的气势攀升到了巅峰，但下一刻，他的气息猛然间变得萎靡了下来。火焰老祖再一次炼化，不出意料，再次失败了。千年以来，他不知道尝试了多少次，但没有一次是成功的。古帝之言，火焰老祖脸上满是不甘，眼中透露着前所未有的渴望。为何当初让我来到了这里，又为何让我熬了上千年？死死地盯着那道绚丽的火焰一会儿，火焰老祖叹了口气，脸上满是唏嘘。他本是一小宗派的大弟子，当年宗派得罪了一大势力，引来灭门之灾，他侥幸逃了出来，却也遭遇可怕无休止的追杀。他一路逃，拖着重伤之躯逃到了这里，这座火山山口。眼看敌人逼近，他知道他已被逼入了绝境，便毅然跳进了其中，哪怕是死也不能死在敌人手中。结果他大难不死，反而在其中获得了大机缘，得到了一道圣灵之火的传承，修行起来势如破竹，只花了数百年便突破到了天至尊，成为大千世界的超级强者。那时的他意气风发，只身打入了那个大势力的宗派中，将其化作一片火海，报了当年之仇，成就了他火焰老祖的赫赫凶名。最后他回归这里，并在这里开创了火焰族，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为了安心炼化古帝之言。古帝之言乃是从一处遗迹中无意间寻的，只是如今又是千年已过，仍是没有半点进展，让他有些绝望。空有古帝之言而不可得，说的就是如今他的感受。而且这古帝之言比起圣灵之火不知道强大了多少倍。火焰老祖有感觉，只要将古帝之言吸收炼化，那么他就有自信让自己踏足圣品之路。圣品才是天至尊之中的最高境界，不过想要踏足圣品之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火焰老祖愤怒地咆哮一声，充满了不甘无奈，种种情绪夹杂其中。呵呵，因为一人之身是无法融合2道火焰的。这时一道轻笑声响彻在这片异火般的世界内，这声音清澈悠然，回荡在火焰老祖耳边。谁？火焰老祖顿时一惊，
浩瀚的火焰从他周身席卷开来，全身气息凝聚到了极点，随时准备发动全力一击，却无法锁定声音的来源，这让他骇然不已，心中掀起了滔天大浪。要知道，这里他经营了上千年，哪怕是寻常的仙品天至尊都不可能无声无息来到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强者？火灵大陆上除了他自己，可没有第二位天至尊，更别说是仙品天至尊了。而此时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可怕的巅峰存在？火焰老祖心中念头急速转动，寻找着应对之法。就在这时，一身火芒身影便是负手而立的从火海中踏行而来。火芒身影的每一步都好似踩在天地的脉络点上，引起规则震动，圣火退避。这在火焰老祖看来可怕到了极致。他没有见过大千世界的那些巅峰强者，但他却可以肯定，那些巅峰强者最多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在下火焰，恭迎前辈大驾光临。火焰老祖十分果断，毫不犹豫地躬身道。他虽然是一名灵品天至尊，可在这等巅峰强者面前，与蝼蚁的区别实则不大。想要杀他，也就弹指间的事。呵呵，你倒是有趣，本座的来意你应该明白了吧？火芒身影停下脚步，负手立于虚空，没有什么气势散发而出，好似一个普通人。可也是如此，火焰老祖心中便是越恐惧。能在这里活得好好的人，能是普通人吗？可要火焰老祖立刻放弃这等他守了千年的古地之炎，他也难以做到。不由得脸上浮现挣扎之色，随即他想到了这千年时光，脸色一变，有着一抹释然出现。前辈，古地之炎我守了千年，也没能真正得到它，可见它与我无缘。同时心中暗道，我炼化了千年都没能炼化，可见此物与我真的没有缘分。何不送给眼前这人，让其欠下一个人情，对我而言才是最佳选择。也不知这位乃是大千世界的哪位巅峰强者？哈哈，不错不错。火芒身影笑道：当断就断，有自知之明。也只有前辈这等巅峰强者才有资格得到古地之炎。火焰老祖顺手拍了记马屁，火芒身影不再理会，对着那破碎的空间伸手一招，一股莫名神秘的力量涌动，可怕到了极致，让一旁的火焰老祖心神颤栗，摇曳不停。好恐怖，怎么会这么可怕？在火焰老祖瞪圆的双眸下，一颗晶莹剔透、散发着火红色神秘光泽的晶体物质从那空间之内缓缓出现，仿佛可以融化一切的热量便充斥在这片空间之内。若非是火芒身影的力量包裹，这片火山山脉只怕会发生大喷发、大爆发。火焰之心，出来吧！观此，有大能老泪纵横言道：这古地之火让我加入火焰之心后，会拥有独立的灵意识。若有朝一日有人能获得古地之火，可再现古地之威。古地之火加入我的火焰之心，蕴含着我的言之一道，此道可纳天下万火，可炼天下万物。恐怖到了极致，乃是万火之中的帝王，可焚尽邪魔之威能，更是有着焚烧邪灵之气的能量。火芒身影的身影端详着这块火焰之心，双目深邃无比，好似变成了两轮吞噬一切的黑洞，解析着这块火焰之心内部的一切。居然是火焰之心！一旁的火焰老祖心脏砰砰直跳，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传闻将火道造诣修炼到极深的时候，便是言之一道，将会有火焰之心诞生。火焰之心可是比古地之炎更深奥神秘的至宝东西，对他而言，乃是一桩能改变自身对火道造诣的大造化。这种大造化必能助他突破圣品之路，甚至可以窥探那传说中的主宰之路。此时的火焰老祖只觉得心中好疼，悔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早炼化。就在这时，火焰之心爆发出了璀璨的红色光芒，一股炙炎炙热的霸道意念席卷而出，融入古地之火中。哈哈哈！本地重现世间，万物生灵都将臣服在我的脚下。这股意念刚刚出现，便镇压了整片天地，将这方世界化作了独属于言之一道的世界。意念显化，化作了一个高坐王座之上的中年男子。男子面目威严，不怒自威，好似那统御万火的帝王。这就是言之一道的可怕吗？火焰老祖在这股至强的意念下瑟瑟发抖，全身动弹不得，老脸上满是恐惧地看着那中年男子，艰难开口道：这就是古地之火本身的一股意志，真是有趣有趣。火芒身影的身影满脸兴趣地看着眼神，仿佛在看一个实验中的小白鼠。古地之火的意念刚一现世，便看见眼前的火芒身影，随即瞳孔微微一缩。没想到本地刚刚现世，便有一副如此之好的躯体送到面前，看来果真是天意如此。古地之火语言肆无忌惮，仔细端详着火芒身影，好似在看待一件完美的物品。不过你胆子倒是大，敢如此直视我。他到底只是一股古地之火的意念而已，没想到这万火中的帝王如此的有野心。只要不是焚天老鬼和圣仙，本地自当纵横无敌，君临天下。古地之火的意念缓缓起身，大步向着火芒身影走去，边走边霸气地说道。至于火芒身影这具身躯是什么反应，他并不在意，哪怕是圣品天至尊，在他这股意念之下也反抗不了他的夺舍。如今他只于一股意念
自然需要夺舍重生。火芒身影静静地听着古地之火的话语，这个时候才笑了一声，开口道：你本为大千世界初开时诞生的一缕火焰，身怀帝王气运，方能容纳万千之火，修到如今这等境界，的确不凡，与不朽宫公主不分上下。不过你想夺舍我，真是痴心妄想。古地之火听到这话语，猛然变色，浩瀚的气息席卷开来，浩浩荡荡，仿佛要焚尽这世间一般。你究竟是谁？古地之火大怒，停下脚步，看向火芒身影的眼中有着一丝忌惮。他的来历，在这方大世界，也只有不朽公主知晓一些，哪怕其他巅峰强者，也是众说纷纭，不敢下定论。而眼前这人居然知道。这时候，他才仔细观察火芒身影周身的气息，在他眼中，这道火红身影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常人。可是催动秘法一关，一道门户仿佛撕裂了一道裂缝，从中隐隐约约可以感受到那蕴含其中的恐怖力量。观察到这一幕，古地之火的瞳孔深深一缩，哪里还不明白眼前这人？此人身上的气息已经远远超越了古地之火的力量。古地之火当机立断，显化的虚影猛然一动，意念跨越重重虚空，向着火焰老祖而去。这个时候的他相当果断，没有丝毫犹豫，决定夺舍火焰老祖。古地之火的残留意念猛然冲入了火焰老祖的脑海中，火焰老祖发出一声愤怒的惨叫声。火芒身影看着这一幕，他其实可以阻止，但他没有这样做。古地之火的意念冲入火焰老祖身体之中，瞬间便镇压了火焰老祖的意志，夺取了这具身体的控制权。本质上的差距导致火焰老祖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被乖乖镇压。这个时候，古地之火中的火焰之心好似化作了能量制造机，源源不断地灌入一种炎之能量，在火焰老祖这具身体之中，火焰老祖的身体气息节节攀升，从原本的灵品提升至仙品，乃是圣品，恐怖到了极点。古地之火比较满意地感受这具身体，活动了下周身四肢，看着眼前的火芒身影，又恢复满脸自信道：全盛时期的你，我或许不是你的对手，也绝无翻身的可能，但你的实力境界似乎跌落了，而这种跌落不是被人重伤导致，而是你在重新成长，所以我自问还是奈何不了你，但我要走，你也拦不住我，是吗？火芒身影一笑，似不以为然，一脸微笑道：如今你的使命才算真正完成，带着我的火焰之心，你也该彻底离开了。看着红色火芒身影脸上一脸淡然的微笑，再听到那平淡的声音，古地之火心中一凛，感觉不妙。先撤为好。古地之火心中恨恨道：刚一出世，原本准备君临天下，开创新纪元，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遭遇了生死危机，对他而言乃是奇耻大辱，必须要洗刷干净。古地之火则是绽放出绚丽的光泽，一种绚丽色彩的火焰在其周身显化，这火焰恐怖到了极致，可焚天下万物，好似万火中的帝王。世界中诸多火焰都开始朝着古地之炎膜拜。加入了我的火焰之心，可号令天下万火，逆推古地之火，不错不错。看着这古地之炎，火芒身影点点头，随即话语一转道：不过就到此为止了。一缕缕炎神之道的玄妙道义则蔓延开来。神之火，火之神，可造生可毁灭的契机流转，瞬间便震封了这方世界的一切。火芒身影心念一动，炎神之道则惊天伟地，演化成了一只巨大的火红巨掌，绽放着朦胧般的光晕，像是要开天辟地，再造乾坤，恐怖到了极点，向着古地之火镇压而去。古地之火怒吼，周身空间被封禁，彻底断绝了他逃离的可能。他只能拼死一搏，杀出一线生机。不过对面的这位火芒身影的实力实在太过于庞大，一道浩瀚的神火之威席卷开来，被古地之炎占据的火焰老祖身躯开始四处流血，一道道裂缝百出，就连天尊灵体都无法承受这道能量的爆发，一声绝望的大喊。体内被镇压的火焰老祖一至见都这一幕，目眦欲裂，心中都在滴血。他的意志仅仅只是被镇压，而没有被摧毁，自然可以看到外面的一幕，那可是他的身躯，他花费了数千年打磨而出的天尊灵体，就这样被撕裂了。哪怕他现在能逃出古地之火意志镇压，重新掌握控制权，境界也必然会跌落至的至尊。恐怖的气息在火焰老祖的周身流转，古地之火彻底拼命了，好似要召回昔日的地火一道，爆发出惊天伟德的毁灭威能。一瞬间，大千世界的强者都感受到了这种恐怖的力量，这赫然是超越圣品之上的威能，也只有超越圣品之上的力量，可以传遍整个大千世界。就连地至尊之下的至尊，也隐隐感受到天威闪现，压抑无比。天下万火，受我之命，归位。地火一道在燃烧，天地规则在涌动，虚空仿佛不存，就连天地规则都被燃烧了。一缕灰灰蒙蒙、纯粹至极的火光出现，古地之火怒吼，极尽升华，燃烧了昔日古地之火留在大千世界的道之烙印，召唤出了一缕混沌地炎。还真是够果决的。火芒身影看到这一幕，不但没有丝毫担忧，反而露出一抹诡异的微笑。不过我要的就是你这样啊！火焰老祖体内被镇压的火焰老祖一直看到极尽升华，地火一道展现的一幕，脸上满是惊骇，眼中满是痴迷明悟。
以前困扰了的很多疑难都纷纷解开，陷入了顿悟。大千世界，古帝之火的眼中也满是疯狂。曾经身为万火帝王的他，深深明白眼前的这道火芒身影所达到的恐怖层次。看到对方这一掌镇压而来，他当机立断，猛然爆发，试图求得一线生机。宛若黄金浇灌的巨掌镇压而下，混沌地火焚灭一切。那一缕混沌地炎也是爆发开来，宛若一轮普照大千的小太阳般，要融化世间的一切。火红巨手拍下，直接摧枯拉朽般的摧毁了这轮小太阳。与此同时，火焰老祖的身躯也消失不见。火芒身影见此，轻笑一声，伸手一捞，如水般深入虚空。下一刻，他的手掌好似跨越了重重虚空，将逃入了百万里之外的古帝之火捞了回来。可恶，这怎么可能？古帝之火满脸绝望之色，曾以为自己可以君临天下，天下万火为命于他，因为他是万火中的帝王，地火一道堪称无敌。可如今，无敌的地火一道，一遇元神之道却道成空。去吧。火芒身影无悲无喜，叹息一声，手掌轻轻一抹，古帝之火这股意志便被磨去，消失在了世间。唯有了古帝之火意志压制，火焰老祖的意志才重新掌控自身的控制权。不过，火焰老祖此时处于一个奇妙的境地，还没有醒过来。火芒身影伸手一招，古帝之火从火焰老祖身上飞出，绽放着纯粹恐怖的地炎之光。火芒身影喃喃道，随即将目光看向火焰老祖。古帝之火极尽升华，地火一道尽显地位，这等机缘用不了多久，你应该又可以修成天尊灵体，甚至比之前更强大，而你也将会成为古帝之火，可不要让我失望啊。有了炎神之道的加入，火芒身影则是将古帝之火与火焰老祖进行了极尽的升华。一旦升华成功，全新的古帝之火将会诞生。此后，古帝之火亦是火焰老祖，火焰老祖亦是古帝之火，而且古帝之火拥有地火一道，这道义可以在危机时刻可脱离而出，创造出衍生的地火。当然没有古帝之火，这由地火一道衍生出来的地火力量也会大大降低。要不了多久，大千世界将会面临一场毁灭大劫，亿万生灵涂炭，其中就有古帝之火参战。但是入侵大千世界的势力太过强大恐怖，便是将古帝之火重创。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古帝之火利用地火一道的道义，脱离出一道蕴含地火一道的火焰，而这道火焰便是无意间的出现在斗气大陆，成为异火榜排名第一。此火焰的名字被称为地炎。如果你能成功领悟古帝之火的升华，便有机会掌握这道地火，而你便改名为驼舍古帝。大劫将至，接此荣耀，坚此使命。无尽的神光之下，一道光芒射出，旋即射进火焰老祖的体内，无上威严之音响彻而起。此时，火焰老祖双膝跪地，双手伸出，满脸虔诚尊崇。自此，无上荣耀降临火灵族，而火焰老祖也就是驼舍古帝，便是火灵族第一代老祖，镇族之宝便是古帝之炎。火芒身影布下一颗棋子，便离开了火焰族，行走在这座火灵大陆，缓缓于冥冥中的时空中打下自己的烙印，进而留下那无上神谕。当然，这不可能一步就完成，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事情。不过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哪怕如今距离天古纪元时代已有近数千万年，天古纪元时代的印象已经渐渐淡去，可那毕竟是一段历史，一个辉煌的时代。火芒身影想要取代它，将会遭受到可怕的反噬。如果火芒身影完全成功取代，而后世有人能窥破时间的阻隔，通过时间长河看到天古纪元时代时，只会看到一道身影横贯在那里，而这只是第一步。想要窃取纪元之子的神位，何其之难！取代天古，打下自身烙印，仅仅只是第一步而已。路漫漫远兮啊！火芒身影微微叹息一声，走出火焰族，大步向前，开始了行走大千世界的征程。一边行走着，一边清理着太古残留痕迹，一边撒下诸多机缘。一片浩瀚的大陆之上，一座恢宏古老的遗迹内，火芒身影刚刚以太古审判之光炼制出了一方威能无穷的神境，可灭绝世间万物，可观遍大千世界。就叫你审判之境吧。手指抚摸着这面刚刚完成的镜面，火芒身影心有所感，给他取了一个奇怪的名字。神境微微颤动，耀眼的光泽震荡虚空，似是明白了他的使命。忽然，火芒身影目光看向远方，眼眸中倒映出恐怖的灵力风暴，看了会儿，便摇了摇头。时也命也。将审判之镜放在古老沧桑的遗迹核心中，火芒身影走了出去，消失在遗迹内。不久后，遗迹现世，引发了一场波及半个大陆的惊世大战。最终，审判之镜被人取走，火芒身影离开没过多久，一则爆炸性的消息也传遍了大千世界：李氏一族、赵氏一族被叶氏一族彻底的击败。起因就是叶氏一族中有一位名叫叶天的绝世天骄。此消息一出，当真是震撼了整个大千世界。据北荒大陆传出的消息，叶氏一族已经成为最强霸主势力，而李氏一族和赵氏一族并列为霸主势力。而身为天命之子前置的叶天，已然成为了北荒大陆最强第一，就算整个大千世界也是能够排进前3的存在。此时在大千世界的最高处，火芒身影浮现其上，看到叶天如今的成就，若有所思。叶天无疑具有纪元之子的候选人，
只不过为了大纣，也只能修改一些法则。成长吧，成长吧，你将是应对这场守节的主力，也是我前期部下最重要的一颗棋子。火芒身影露出笑容，管他是天命之子还是纪元之子的候选人，在他眼里都是棋子。接下来的一步，该是祖符之道了。火芒身影的目光闪烁，穿透重重虚空，看向那环绕在大千世界下位面的数千座大陆，然后目光锁定了其中一个名叫天玄大陆。这片世界将由大千世界开始，以武入道，以及天玄大陆开创武道，祖符之道。火芒身影心中思量着，茫茫大宙之中，祖符之道多变万化，将其祖符之道烙印遍布大千世界以及下位面的大陆之中，所以大千之中有武道也不奇怪。只要有人能抓住那冥冥之中的武道契机，便可明悟武道，再根据不同世界走出一条不同的武道之路。大千世界的武道便是辅祖，那么天玄大陆的武道便是五祖。想明白了后，火芒身影一步踏出，来到茫茫虚空之中，看着那宛若星辰的万千界面。五祖的道大半都在这些下位面之中，这些下位面的修行体系均有武道，而辅祖在的道则是在上位面大千世界。不过下位面的武道才是走向武道的辉煌之路。武道之中也应该有一位秉承武道气数崛起的人物，在未来的结束中起到很大作用，而此人也便是天命之子、纪元之子的候选人。火芒身影的目光闪动间，明悟了许多。在他的眼中，这些武道所在的位面区域之中，武道气运正在缓缓升起。不过这个过程很慢，距离气数沸腾凝聚成型还有很大一段距离。这个过程估计至少需要数万年。数万年的时间，刚好与另外子两位天命之子诞生的时间一致。火芒身影消失，来到大千世界的一处广阔的大陆之上，心中思考着如何在这个武道气运上布局。算了，没有必要在武道上特别的布局，加入我的无上神韵，一切皆有定数，都会根据我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走向布置好的路线中。火芒身影不再多想，便是向着下一个目标而去，眼中有着神光闪烁，以及一抹深深的疲惫。我即将陷入神沉，全心进入这漫长的时间星河中，没有太多精力停留在外了，必须加快速度了。我要将整个大宙所有的纪元时代浓缩为一本无上神典，用来承载我的历史，而这本无上神典就是我的烙印。火芒身影心有定境，继续上路，一边行走在诸多大陆，一边抹去天古纪元时期的残留遗迹，一边替换成他的烙印，同样也在完善一本时代之书。无上神典就是他的计划，这是一本综合大宙所有纪元时期以及有着自己所有的烙印典籍。按照他的想法，这本书想要完成也并非易事。如果真的完成了，那么他的无上神典计划将会彻底的成功，包括如今所有还存于世的一些历史现在以及未来的事迹，都将会自动烙印在无上神典里。火芒身影继续上路，从大千世界的极东之地走到极西之地，从极北之地走到极南之的，到过无数座大陆，见过无数势力的崛起与消失。时光悠悠，转瞬间便是数百年的时光逝去。100年来，他近乎走遍了整个大千世界以及界外之宙的大世界，但世间却没有他的传说，有的只是一个个遗迹、传承、神器以及绝世神器纷纷显示，有的只有这些传说在大千世界中流传开来，有的只是震烁古今的原始法身现世，有的只是玄妙绝伦的祖符、神符显示，有的只是毁灭恐怖的异火、圣火、神火出现于世间。北荒大陆不朽山之巅，火芒身影须发皆白，面目苍老，就连原本充满智慧的双眸都变得浑浊无比。不过仔细看去，倒是可以看出深处的那一抹璀璨。即便如此，这也是神衰之兆。神衰顾名思义，神之精神世界的衰败不足以支持他继续消耗自身。数百年来，距离无上神典的完成也只差最后一步，而完成这最后一步却需要一个关键的契机。而如今这个契机即将到来。叶天击败北荒大陆所有的超级强者，没有任何人再敢对叶天出手，因为强如李傕和赵无恒的两位圣子都不敌叶天，就算是魔诃族的圣品天至尊的超级强者出手，也不敌如今这位北荒大陆第一强者叶天的对手。而在这一场战斗中，叶天发现魔诃族的这些超级强者实力虽强，但也是极为的正义，所以并没有重创他们。在叶氏一族的山峰上，叶天仰天望着遥远的天际，心中有了思量。万古不朽身。很快他便转过头来，深吸了口气，看着那琉璃般仿佛亘古永存的身躯，大步走去。这时天地间无边的气数汇聚而来，向着叶天倒灌而去。刹那间气运如鼎，直入苍穹，一举一动都影响着众生万灵。在他身上隐隐可见这个时代的缩影。天命之子出，大劫将至，时机已到。看到这一幕，火芒身影露出笑容。苍穹榜终成，主宰之路开。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天地间深处猛然一声巨响，一道枷锁仿佛被打开了，那道横在圣品之上的屏障仿佛不再是那么无懈可击。火芒身影无风自动，缓缓飞入大千高空。这一刻，这火芒身影
仿佛是变得无比伟岸高大，充斥苍穹。火芒身影伸手一挥，天地间、大陆、山川、海洋、日月星辰，万物万灵，仿佛都变得鲜活了起来，仿佛有了意志般。这正是世界意志，整个大千世界的意志。沉睡了数万年的世界意志，复苏吧！火芒身影心念一动，微微的声音响彻在世界深处。下一刻，一股浩瀚无穷的力量正在降临而至。火芒身影的周身，一种跨越时光、横跨时代的气数汇聚。这一刻的他，仿佛口含天线，言出法随。伴随着声音落下，原本散乱的世界本源开始凝聚，形成了一道看不见尽头的光幕。光幕之上，铭刻着无数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宛若一方世界。这一刻，刚刚拥有万古不朽身的叶天心有所感，仰望苍穹，终于完成了。看着这道光幕，火芒身影的脸上露出一抹久违的笑容。那光幕之中飞出一道神光，缓缓地落入无上神典之中。刹那间，神典圆满，大放光芒，一种跨越时光的时代之光在神典周身绽放。一道世间最强大的无上神域，如龙如凤，在其上环绕着。看见无上神典之人，仿佛看到了大宙的任何纪元时代。无上神典无形无质，冲入了冥冥中的不可见之地。时间长河上，一本无上神典横贯其中。自这个时间点开始，仿佛截断了时间长河。棋子都已布下，天古气数尽数汇聚我身，第一步算是完成了。此刻，火芒身影的眼中那一抹璀璨不在，即将要彻底的消失在世间一般。他盘坐在山峰之巅，浑浊的目光看着远方。忽然间，他的身影消失了，再次出现时已是周天之内。他的神体和神魂都已近乎归于寂灭，道种也破碎不堪，宛若破碎的瓦罐，唯有他的神心还在活跃。这种状态很是奇妙，是死亡又不是死亡，近乎无穷的信息流淌在他心中，各种道音响彻在周天，无量经文冲入浩瀚星空之中，演化各种万物万象。我的道伤已是不可逆转，哪怕做官修行数万年，恢复的机会亦是渺茫。火芒身影心念分化一兆之数，每一刹那都可计算千万次，堪比超级量子光脑。他很清楚他如今的情况，这种伤势如果出现在其他无上身上，恐怕也早就归虚了。而他无意间亏的部分至高奥义，再加上元神之道太过强大，才有希望恢复。而这个恢复正是要脱离无上，迈出那一步方可成功。但在这个时间，火芒身影初步估计也要千万年的时间。初期修行修斗气、地之元气，中期修行修灵力、世界意志、世界之气，后期修行神元之气、神魂，最后修世间大道，造化，领悟其中的法则力量，成为无上。领悟大宙中的法则，才是最高级的修行方法。火芒身影穿越诸多大世界，见识了诸多世界中的法则，给了他极大的收获，他才能进步得如此之快。为何进步得如此之快？气运加深便是重要的一个原因。当然，火芒身影自己也是如此，本就已经拥有无上神域。此次虽然进行了重新的领悟法则，但是对于他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如果火芒身影领悟到了大宙的法则，那时的他将会站在大宙的顶点，甚至大宙之上，窥见大宙那至高奥义的花火。而想要提炼出一方世界的法则，只有无上才有的大能。火芒身影如今要做的，便是领悟大宙中所有的法则，参悟不同之道，最后化作他恢复乃至于更进一步的资粮。修炼体系玄奥无比，斗气世界、武道世界、大千世界、万千界面，这些都是来自于大宙中的各大世界。天古纪元末期，这些大世界都曾派主神这等神境领域的大能存在，共同抵御宙外那些影子的入侵。神灭之墓中就有一部分他们的尸体，这些应该也是纪元之子的资料。纪元之子想要快速进阶，这些是必不可少的。如今我就以此恢复自身，踏入纪元之子的神位，万千大道唯我元神之道。待千万年之后，焚神归来，当问鼎至高纪元。火芒身影心灵发生巨震，神魂猛然分化成为上万道，在永恒之光的作用下，冲入了混沌虚空，万千位面大陆，开始了轮回涅槃以及领悟大道、造化、参透大宙法则那至高奥义的征程。